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的巫溪县，今天要带你们去看一个2000多年的悬棺群。这个地方呢，就是巫溪县县城的一角哈，下方这条河叫大宁河。我们呢就是沿着大宁河逆流而上，大概20多公里呢，就到达悬棺葬的地方。这个地方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啊！我觉得生活在巫溪县那是相当的舒服啊。白天在城里面上班，晚上呢来到这个河边，对吧？在河边悠闲的吃吃烧烤，吹吹牛，拉拉家常。所以说呀，在这个小县城里面生活呀，有小县城的这种惬意，大家说是不是啊？沿着这个大宁河往上走啊，这一路都是这样特别高深的峡谷啊，风景非常的漂亮。这条峡谷在夏天的时候，大家真的可以过来玩一下，因为它峡谷比较深，然后在这些峡谷的一些缝隙中呢，如果在涨水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那种小的那种瀑布啊。边上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山洞，看一下上方的崖壁，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跟我们现在这个公路的落差应该是在200米左右。这个前方这儿好像之前打造过景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运行。这个山上呢，就是前方那里大家看到吗？像有一个刀片山，但是好像上面好多电线呀。等一下回来的时候看看要不要拍一下。这个前方呢，就是有一户人家呀，靠做梦发财的神奇鱼泉，说的就是这里这家人啊，也是在这条公路上，看到没有？前面的字样神奇鱼泉，然后就是鱼泉就在这个房子的下面啊。我今天呢就不进去了，因为上一次已经跟大家拍过视频了。不过你们有机会走到这里来的话，可以去参观一下哈，也是比较奇特的景观。朋友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个悬棺所在地啊，这个地方叫做金竹坝。那么这里有一块文物保护牌匾啊，金竹坝岩棺群。我们从空中看呢，这个地形也比较特别，下方呢是大宁河的支流，然后两边呢都有很高的崖壁，岩棺呢就在左侧这个崖壁上。现在我来到了河边哦，大家先看一下这里的风景，真的是非常漂亮啊！我们就在这一片崖壁上来寻找，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我看一下，这个地方看到没有？中间有一条岩缝，那么那里看到有一些黑色的盒子，估计那个呢就是悬棺了。我们先把无人机飞上去看一下吧。据他们当地的专家考证啊，此处岩棺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哇，2000多年啊，朋友们，那个时候我都还没有出生，这些岩棺就已经存在了。而且这些岩棺都是千年不朽木啊，据说是整根的金丝楠木。我们把镜头抵近来看一下哈，发现这里是一整排的岩棺，而且摆放的非常好。虽然说经过了2000多年的风化哈，但依然能够看到岩棺的一个完整程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岩棺呢，它就是一整棵金丝楠木，然后抠出一个可以躺人的这么一个位置，然后把这个岩棺合起来的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用到这种棺材呢，不知道大家能追溯到什么年代。这一排排的岩棺全部是金丝楠木啊，如果说放在现在的话，真的是价值连城，是不是啊？岩棺呢也是有多种多样的放法，有的地方呢它是打那个木支架，然后把这个棺材放在木支架上，有的呢是放在洞穴之中，有的呢是放在岩层的一些夹缝里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就是放在夹缝之中的。我们注意看啊，这个棺材的盖子和底座，它的两头都有很粗的这种毛孔，这个呢应该是穿绳索用的哈。我们看到这个崖壁呢，估计是从上方吊绳索下来，把这个悬棺呢放在这个位置的。
这个边上这一栋悬棺的盖子已经是被打开了，或许是风大吹刮下来，还是什么原因，咱也不清楚。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呢，并没有看到有任何的东西啊，即使是有呢，也早就风化掉了吧。感觉远古时代的人还真的挺厉害的，能够在这样的地方把这个悬棺放进去啊，那都是一个超级大工程。包括以前用的绳索，它要用这么牢固的绳索呢，它是没有现在这种科技的，只能是用山上的一些藤子啊，什么东西的来做这个绳索。要吊几百斤重的棺木到这个半悬崖来放在这里面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小的挑战啊。据网络上的资料记载啊，考古专家呢是上去考古骨，发现呢棺材里面呢它是有男的有女的，也有小孩的这些尸骨，而且呢这个棺材里面啊有陪葬的一些金银首饰什么的。从这些景象呢可以判定啊，可能以前只有一些贵族啊，他才会具备悬棺葬的这种资格，因为他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嘛，普通人可能做不到。那有朋友又问了，你怎么去判定都是贵族呢？因为这个考古专家的结果呢，就是这些悬棺里面有老人、有大人、有小孩，他并不是葬德高望重的人，而是什么？他这个家族是一个贵族，他的所有人呢都把他安葬在这个上面，大概应该是这么一个回事啊。不管是考古专家也好，我们在这里猜测也好，2000多年的事啊，我们真的是没有把握啊，也不敢确定他当时是怎么操作的。就比如说这个悬棺，它是如何弄上去的？我们想到的可能是用绳子吊下来，对吧？但或许他们当时并不是这样的呢，也说不清楚，对不对？朋友们，你们觉得古人为什么要把棺材葬在这个悬崖峭壁之上呢？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现在我在重庆酉阳的大山里啊。今天我们要到这个崖壁上去探访几户几乎与世隔绝的人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来这里很不方便，需要从铜仁沿河县的码头坐船1个小时到我下方这里，然后呢再步行上去啊。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一个无人踏足的净土，我也是来了2、3次都没有找准位置，没有上去。今天不会错了，现在咱们要赶紧上去探访一下就下来，因为我只有1个小时多的时间，要不然的话我就要在这里过夜。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地方风景非常漂亮，这个下面就是乌江，上面都是很高的崖壁，很漂亮。我的这边也是崖壁，我们现在等于说要从这里垂直着爬坡，爬到这个崖壁上面。哇，赶紧走啊！这个路相当的难走，基本上是这种笔直的爬坡。我们之前来从无人机的视角呢，发现上面还有4户人家啊。看看这个路啊，这正儿八经的是茶马古道。我小看这个地方了，我以为是20分钟可以走上来，结果还是不止。你看，从这走到深谷去，还要从那个崖壁角走到那个地方，然后再攀爬上去。因为我之前飞无人机就看到过这一条路线了，哇，好累啊！而且我还得加快脚步，因为我的时间有限呢，朋友们。这种赶时间的步行啊，真是挺坑的，又是爬坡，走一会儿就把我累得不行。哎呀，这个地方大家说环境漂不漂亮？这一路上来都是这样的竹林，真是太美了，有那种绿野仙踪的那种感觉啊！
这里砌了一些石坎啊，这个都是很古老的这种石墙了。我感觉可能在远古的时期啊，这个槽子里面有可能都有住人。现在水沟是没有水的，再走这个石梯步道，继续的向这个崖壁上穿行。好热，又好累，朋友们，我把那个里面的内里衣服都给脱了，这不脱太难受了，累的那叫一个累啊！这么美的风景，只有咱们步行在大山里面才能看得到啊！哇，好累！怎么这么难走啊？我能不能走到啊？关键是我担心我下来的时候，他们这个小道跟崖壁栈道有什么区别？就顺着这个崖壁向上爬。哎呦，我天！我从下面爬上来的，兄弟们，我真的不行了，爬不动了。不跟你们开玩笑的，我现在满身都是汗水。你说他们长期居住在上面，这个出山一趟啊，真是不容易。更重要的是，要去背点肥料回来种地的话，这怎么搞？哎呦！到了平一点的地方了，是不是要到了？这边到处都是竹子啊，朋友们，风景真的非常漂亮。哇哇哇！已经到他们种的土地了，我的天哪，总算是爬上来了。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啊，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从无人机的视角来看呢，这个地方有2户人家，然后这里是一片非常美的土地。看那个花也开了，这上面风景真漂亮。然后还有2户人家呢，住在那边啊，那边咱们就去不了了，因为时间紧迫，只能到这2户人家这里去探秘一下，休息一下。我天呐，养了2个狗，我这有点害怕呀。搬高吧。会不会咬啊？你这么友善，我都担心你会不会后面搞我一口。咕噜咕噜。哎，我怕你。你看这个小黑狗这么友善，那个家伙呢又凶的，我都害怕它。嘿。别吓我，别吓我！看一下他们这里啊，这环境真的很漂亮啊，但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人在家呀？不会吧？不会这么不凑巧吧？人呢？我们看一下这里，是吧？这里是2户人家都有人在家的，那边还养了好多的鸡。你们看，这边是牛栏猪圈，它这个猪圈上面还用这个杉树皮来盖的，特别古朴。那边是茅草，啊，这2家都有人居住，那边也有养鸡，这边也有2只狗，也有养鸡。然后整个这个房屋周边的这个土地啊，打理的非常的干净哦。
趁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赶紧往那边2户去看一下，能不能碰到人。这家我们没有看到有人在家啊。我看一下时间，现在是10点50，我12点钟就必须到河边赶船。相当于我这个上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了解一下，所以我要加快脚步。你们看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嘛，这个天呀多么的蓝。这个是梅花吗？花也开了，很漂亮。这儿简直就是一方净土。你看，尤其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我们奔流不息的乌江。大家看他们这里，就是不管是身后还是这个屋前还是左右，都是被悬崖峭壁所包裹着的。你们看这个路啊，从下方上来的路反而是走的人很少，他们这个4户人家相互串门的这个路啊，反而是走的比较频繁。你看看，希望这边有人在家吧。那没人在家的话就好尴尬呀。吃饭没到，老娘？吃饭没到？我说你吃饭了没得？我这也知道不了。我说你，我说你吃饭了没得？我吃了。吃了哈。你知道不了。我啊，我在这边手机上来耍呀。你哪是啊？我来玩了。听不到个。来耍呀。来耍呀。啊。那你们吃饭了？吃了。哦。你好大年纪了？80了。你80岁了？啊。你们这个上边有几家人啊？这几家人啊？啊。都在有3家，我父母1家。4家？你贵姓啊？我贵姓徐啊。姓徐。这个老人家他耳朵不是很好吧？我跟他有点不太好聊。我们注意看一下他们，我们就是看一下他们这里这个环境非常好，他们把这个地搞得很干净。你们看看，这个路上，这个小路上草都全部搞掉的。然后上面这里还有一家房子，这里呢是住的一个30、10岁的人。我真的没有时间去了，我要马上下去赶船，只能仓促一点。你看这2个老人家住在这里哈，他们把这个房屋打扫的好干净啊，大家看一下，非常非常的干净。还养了一个小狗。我们找这个老人家聊2句。啊？就走这上面啊。就走这上面。认不得哈。你们在这里住了好多年了？从小有的在。这个老人家他耳朵不是很好哈。他不大听你。他说的你们小孩都在沿河买的房子哈。你们这点的话是只能下河去坐船哈。坐船哟，赶后天噻，走不起了，难得走。就是走路了走不出去嘞。只能下河去。走咋走？后天要走几个钟头，要走4个钟头。等于从这个山上走过去要走4个钟头。那现在肯定不走了噻。前天去赶一天长，走脚路痛啊。是啊，那现在等于说就要走路在河沟去坐船哈。还挺难走的，走哪儿都哈。那你们是不容易出去哦。拿个证儿出来噻，没说。不用，我站哈要走，我要下去赶船。你没吃饭了？我吃了，我要下去赶船。没吃饭我不转。不起，我要下去赶船，我要赶船走。赶哪了嘛？我要走沿河。走沿河？啊。你在底下上来的？我说你拿船扣了。对，你看到船扣的啊？我听到去扣了，我说生气了，是了，我赶船去了。我说我们咋拿到人呀？赶紧上坡了，我说噻。我把煮得起啊？不煮，你们是祖祖辈辈都在这里哈？在这住了好多年了，种的。从小就在咋我噻。这也是掉下他是姓徐啊，我姓田。姓田。总共现在只有4家人。现在这赶紧搬呀了嘛，赶紧搬到源河去了。都搬到源河去了哈。全部搬到源河。假如你种地要肥料，如果是走底下背上来呀？走下面背上来。个背起来恼火哦。
小女些回来哇，就把我们背来啊。哦，哎，小孩儿些回来，然后，啊，你们啷个不去跟他们一起住啊？难去了，不去啊，刚不惯噻。不习惯。不习惯，我咋管做去？光是做点菜呀，俺要乱买呀钱，啊，一起有好些钱没哇？还是这上面住的好哈。主要是一月三了，老兵不惯噻。嘛大人啷个上给解药不方便上去嘎。啊，就是山里面加油不方便哈。就是喝的不方便，不管是菜水哪样都方便。水也是有的哈。有哦，用不完哦。自家的祖先是哪个时候搬到这儿来的？你们晓得吧？不晓得。都不晓得。反正住的时间比较长了。进来煮点钱条。我不饿，我不饿。我开水。水我也自己带的有，水我自己带的有。我主要是我跟你讲嘛哈，我主要是我12点钟我要下去赶船。我在这里就不能耽误很长时间。所以就在这里跟你们聊会儿天都行嘞。你意思但你这点心情好哦。心情好。是了，但是这心情好。因为我晓得你们这上面有几家人。所以说我就专门上来耍。我这里还带点儿东西，我拿给你们。哪样东西啊？酒。绿饭。你管我去吃贵。我带起来了嘞。这个是我们贵州的酒。我是贵州的。贵州的。我是。那不啊，你干嘛去抢？我带起来我因为带其他东西我不好带，我要带2瓶酒嘛。你放心嘛，有人来嘛，你还可以喝啊，个人，是不是？哪跟你这个心情要去？我是住在企业家。不。有没得哪起法。我就耍哈儿就行了。假如说我以后有时间要上来在这住一晚上，那我就好方便啊。我们哪个走路带路呢？我看你们2个老人家好干净哦。你看这个门前那这些上面全部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干净很个。真的。老了，一个不爱住了，到时候抢哪样个？哎呀，你们就是好好的休息下就行嘞，有小的拿给你吃了嘛。是不是嘛？我现在他管要种他的了嘛。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特别的漂亮。就是这个老人家跟我说，他这些地方以前都是房子啊，都是地基，当然后来这个走掉了啊。你看那边还拆有一些这个木板，那堆了一堆在那里。然后这里是一户人家，然后这里呢是他们2个老人家住啊。这边呢现在是2户人家，我刚刚过来那个地方呢也是2户人家。老人家我走了。你这个是啷嘛？我不要！你二百看拽到，追，不要！我不喝饮料，我喝水，你们留就喝就行了。我走了。意思不，我下会儿再来耍。走了。我不喝饮料，我要喝水。那我走了，老人家我赶紧走嘞。谢谢你。客气。我下次要来在你们这住一晚上。假如下次有机会来的话。要来。那我走了，老人家。慢走啊。好，拜拜。好了，朋友们，现在呢我要到江边去赶船了。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这片地方啊，在20多年前连大米饭都吃不上，只能吃包谷沙饭。没错，这里就是大发天曲啊。这个地方呢，因为离我家乡比较近啊，已经来过好多次了。那今天呢，再带大家全面的了解一下大发天曲以及村庄现在发展的情况。首先，我带你们到这个最险峻的查尔岩那个地方去看一下那种险峻程度。让你们感受一下当年花了36年时间修建的崖壁沟渠是什么样子。这条天曲呢，是草王坝村的村支书带着当地的村民啊，断断续续花了36年时间修建的一条挂壁天曲啊，非常的了不起。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最险峻的一段崖壁查尔岩。那么我也不切近，让大家整个来感受一下这个崖壁。
这条沟渠呢，它的主渠长度是7200米啊，支渠的长度是2200米，一共呢是9400米的一个长度。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崖壁的下方啊，非常的险峻。现在步行的位置离崖壁角呢，应该都是100多米的一个高度。我们可以看到山下的这个公路只有一点点，对吧？啊，非常的震撼。而且这个公路啊，我记得我们在10多岁的时候，20岁的时候，就走过这条崖壁公路，走过这条崖壁沟渠。当时呢是没有这些水泥来铺路的，也就是这个崖壁的这个沟的这个边上啊，是泥巴，还是泥巴，而且在下雨的时候，在这个上面走，脚下是滑的，朋友们，脚下是滑的，所以那个时候会更加险峻啊。因为现在呢，它是用这个水泥把这个边上加固了，但是依然非常的危险。如果说你是这个恐高的人啊，是不建议在这个上面来行走的。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说，这个就是小菜一碟了。而且他们之前因为这个村庄，对不对？他要跟这边这个村庄来进行来往的话，他走这个山上去翻过去的话，需要走2个小时的路程。但是他们通过这个崖壁沟渠这个上边小道走过来的话，就可能是半个小时吧。所以当这条沟渠修成的时候呢，他们就已经把这个当为通行的一个步道了，而且还要背100多斤的煤啊，背一些柴啊等等的，都背着从这个上面过。所以这个人生活在山里啊，他是人适应山里的环境啊，不是说像大城市或者平原地方有那么好的条件啊。咱生活在山里人那没办法，必须要适应这种特别严苛的这种生存环境啊。那今天呢，我们就只走到这个查尔岩的这个位置，因为这里呢我来过好多次啊，其实拍的也比较多。如果说大家有兴趣呢，你们可以去翻看我以前的视频哈，有各种航拍啊、各种说明啊等等都有。今天主要是带你们来看一看这个风景哈。这个看一下，从这里过去哈，一直到前面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呢，当地的人称它为罗斯水沟沟。这个水呢，就是从那个地方开始啊，平缓的引过来之后，经过这个最高的这一座崖壁，对吧？然后一直到前面去呢，翻过那一座山呢，就是到草王坝村。那整个沟渠呢，是经过了3个村庄啊，9处大小的悬崖，10多处峻岭啊，非常的艰难的把这个水渠给修通。这一条沟渠呢，是1959年黄大发上任村支书之后呢，带着当地村民一同修建。95年的时候呢，这条沟渠修通。那么整个时间呢，断断续续是花了36年的一个时间。然后其实这条沟渠它不是一次性修通的啊，因为一开始他们修沟的时候，也就是59年开始修沟的时候呢，他们的那个沟实际上是在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崖壁的上方啊。但是当时因为是一个技术的原因，所以那个沟没有修通啊，废弃了之后呢，黄大发支书呢又到这个镇上啊，到县里去学习水利工程，学习了3年之后呢，回来，然后在92年的时候呢，再开始修沟渠。那么这一次呢，就是一鼓作气的把这条沟渠修通，3年时间呢就修完了。也就是说，在95年的时候呢，这个沟呢就通水了。带着村民把这条水渠修通的黄大发支书呢，也在2017年被评为了中国年度10大感动人物之一啊。其他的荣誉呢更是数不胜数，我就不一一跟大家讲解了。1995年草王坝村通水之后啊，黄大发支书呢又带着村民进行坡改梯，把昔日的这些土地全部变成农田，从此呢就改变了村庄以前吃不上米饭的一个窘境。黄大发的脚步呢，其实从未停止啊。他带着村民把这些村里面的土地改变成农田，有了大米饭吃之后呢，又带着村民挖路啊，从这个镇上乡里把路慢慢的挖到这个村里面，也是几十公里的一个路程。当时也是费了非常大量的工程啊。等到这个公路修通了之后啊，村民们慢慢的都过上了幸福的日子。然后后来这个因为仁怀到遵义要修一条高速路嘛，
好像之前这条高速路的路线是偏离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那黄大发呢又去各方面去争取、去申请等等，最终呢这条公路也通过这个地方，而且呢还在这个地方开设了高速路的出站口。可以说，现在的草王坝村呢已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啊，整个看去呢就是一个新农村的面貌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代接着一代人的努力换来的结果。正因为仁遵新高速从这里经过，而在这个地方呢又诞生了一座世界级的大桥啊，就是我们眼前这一座大发曲大桥。而这一座大桥呢，在同类型桥梁中，它是排名亚洲第1的。所以说呀，咱们的幸福生活都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不断的努力得来的。后海阔天不知道，划船舟孤身深愁，有此人间一场缘分，一曾深海波。可几日再寻我，从此孤独活。一见海传说，自有句孤帆泪，一场烟火，一颗深海波。可几人在寻我，从此孤一点看在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绥阳县的大山里，有没有看到我身后大片的这个土地都是荒废的？这个峡谷下面还有一整坝的那个田也是丢荒的。那么我是从前方这里开车到这个山路过来的，前方这儿呢公路就到头，而且我开过来这一路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无人村啊。路上3-4公里的这个路程啊，东一家西一户的房子都是没人居住的。我不知道是整体搬迁呢，还是什么原因啊，反正整个就是一个无人村的一个状态啊。我回头给你们拍一拍看看啊。
其实这个无人村是通路的，只是这个路比较窄啊，只有3米宽的路，所以开车要特别的小心。这些地呢，基本上都是近2年荒废的。这边这个上面有好几栋的房子，咱就不去看了。就这条路往前面走呢，我们从飞机的镜头看了一下啊，这边还不错，所以到这上面去看一下。你们看这个路啊，你是不是胆子小也不太敢开啊？因为它这个路只有3米啊，刚好这个车能过。啊，有个车来的话，你都不知道倒车倒多远。你看这个前方啊，这个非常的舒服，这个地方山又大，反正这里就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无人村的状态哦。啊，好多的房子都是坏掉了啊，没人住了。因为这里啊是一个延绵几公里的大型无人村，它的山上呢也东一家西一户的有，我只看到这里这一片呢是一整片的这个住户啊，所以我把车开到这里来，然后带你们到这一片看一下。你看看这里所有的地都是荒的，包括我停车的后山，这些所有的都是土地啊，以前都荒掉了。然后车子呢只能开到我站的这个位置。那么来看一下，这里就是第1家住户了，车子呢就只能开到他这个房子的位置啊。这个房子看着还不错，是吧？年久失修呢，我估计也支撑不了多久了啊，最多在这个地方2、3年呢，我估计就会倒塌。这房子挺大的哦，来看一下，挺大的。它这个因为外边这里还有一个这个厨房啊，厢房吧。我们继续往上边走。然后这个地方的视野真的是非常的开阔啊，可以看到对面。这真的是一个无人村啊，不开玩笑。然后看看这个房子，这房子就不用看了，这个房子基本上已经废了啊，没什么好看的了。感觉现在这边电都可能不通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小道再往上去，因为刚刚我们从这个空中的视角来看呢，这上面还有好几户啊，感觉这个路也没啥人走了。其实以前的这个村子里面，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串户路啊，都是这种石梯来铺的，其实还挺不错的，是吧？大家看这个房子还比较大，两边有这个牛栏猪圈，中间呢是人住的地方，这个布局还不错。然后院坝呢，这些瓦片到处都是，也是没人居住的。我看那地方还挂有一些衣服啊，是不是偶尔会回来？但是看这个模样呢，是没什么人居住的。然后你看这个正前方这里。所以我觉得这个房子居住还可以哦，看一下，感觉走到这儿都特别亮堂，是吧？然后正前方呢，就是这片竹林有点挡，把这竹林给它咔掉的话，就看着视野非常的开阔。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还能上去，上面还有人家。这边呢是相当于是一个大型的一个无人村，它有东一家西一户的都隐藏在这个大山之中，只有这里呢是连着有好几户的人家，可能有10户吧。大家可能看到这个有些房屋的周边呢有种一点地，可能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呢公路通到这里了，村民回来也比较方便。那在自己的院子里面种点菜呢，也省得在街上去买，对吧？这样呢也可以省一些钱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大山里的无人村呢，它会越来越多。山里呢，可能就剩下最后一批70、80岁以上的这种老年人在留守。真的，再过10、20年，我们再走进大山呢，会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的无人村庄。这可能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逆转的一种现象哈，实在是没有办法。
朋友们，假如说是这样的无人村哦，让你们免费来住，有多少人敢来这里居住的？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啊，看看你胆子有多大。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是开车在我们贵州的大山里，在这个地方啊，发现对面那个山梁上好像有一户人家居住，这个下方的一大片的平地呢，也都是荒废的，挺可惜的。我们用无人机飞过去探秘一下，看看还有没有人住在上面啊。现在还在下这个小毛毛雨啊，在这个山里面云雾缭绕的。哇，这个地方真的是像桃源仙境一般哈，非常的漂亮。一户人家住在这个山上，然后我们注意看一下，周边有好多的这个土地。那么这些土地呢，以前都好像是荒的，感觉这一户人家是已经搬出去好多年了，然后又返回到这个地方开荒种地的这种感觉哈。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户人家呢，他还通了毛的公路，从这个山的背面挖过来的，咱也不知道他从哪里接过来的，反正是挖的老长了。我们无人机飞近看一下啊，有一些土地呢都耕种好了，有一些呢还是荒地，感觉今年他们这一户人家是要大干的，是要大量的种庄稼，对吧？有可能是搬出去太久，这个电线什么的都毁坏了。那么你看他们现在用的是太阳能啊，院坝呢放有2个太阳能板，估计呢照明都是用太阳能。我们把无人机飞近看一下，哎，怎么感觉从房间里走出来是2个年轻人啊？难道是隐居在这个大山里的吗？哦，不是，又出来了一些人，好像是一大户人家，又或者说有人来帮他们种地什么的。反正这个地方呢，看到就是一个房子，看到这个房上还在冒烟啊，应该是正在家里煮饭来吃。你们可以看一下，一户人家居住在这个山上，然后周边有这么多的大山是可以利用的。那它这个地方呢，毛公路也可以通过来。虽然说雨天可能车子过不了，但是天晴的时候的话是可以开车的，我觉得还不错啊。现在很多人都慢慢的回归到大山里面来，我感觉这户人家他们回来是要在这个地方大量的开荒种地的这种感觉，把以前的荒地全部把它弄出来。特别是这个山下这么一大片农田，我感觉有几十亩地啊。这个要是种上水稻的话，其实也可以卖不少钱。你们还别说啊，这个地方我还挺喜欢的，特别是雨后这种云雾缭绕的这种天气啊，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啊，仙气飘飘的感觉。虽然说交通不太方便一点，但是住在这个山里面难得的清静嘛。如果说特别喜欢那种清静的人呢，比较适合住在这样的地方。最起码在天晴朗的时候呢，这个毛公路是可以开车过来的。朋友们，假如说给你们这么一片地方，但是不通电，照明只能用太阳能，有可能信号都没有啊。这个出山的话要步行，你们愿不愿意在这儿来居住呢？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贵州的大山里，看一下我身后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大峡谷。这个下边呢是有一个村庄，但是目前是整村搬掉了，但是还有一户人家呢留守在这个大山深处。我们今天呢准备下去探访一下。我呢是从这个顺山走过来的，走到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已经走了半个小时。那么等于说现在我是需要再顺着这个小道一直走到这个峡谷底。我们现在就是只有这一条小道可以下山去，其他都没有路了，因为都是悬崖峭壁，还有森林。俗话说呀，上山容易下山难。现在我下来倒是挺容易的，等会儿上去可能就比较难一点。有朋友说呀，不得不佩服中国的电力，那是真的厉害。不管是高山险阻、悬崖峭壁，我们的电都是绝对畅通的。这些路上跟崖壁有啥区别啊？这走路都得小心。哎呦，哇，走到这里之后豁然开朗。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峡谷底部，哇，太漂亮了！
那么多的田地，那边那些房子全部拆掉了，然后只有这儿有一个房子，可能就是留守在这里的这户人家吧。我们下去看一下哈，感觉这个下面风景非常的漂亮，又是悬崖峭壁，又有河流，又有河边那么大片的平缓的土地。虽然看着近在咫尺啊，但我们走下去可能是还得好长一会儿时间。哇，养的有狗，吓人哦！这么远都听到声音了。你看它这个下边是喂有羊的，所以呢，这个进去的路啊都有用这个门挡着。那怎么过去啊？这个地方啊，它是拴着的。我们先过去，然后还是依然跟它拴着啊。天哪，这个路是真的陡，走在这里都非常小心，要不然你这一滚的话，就直接滚到沟底了。哇！哇，在上面不知道啊，走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个地方真的很漂亮啊！我是从这个山上悬崖峭壁上慢慢下来的。然后我们看一下这里啊，它那儿有一个水潭，几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个就是一个峡谷的尽头。这儿有没有像那个小龙女跌入这个绝情谷的那种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几边都是悬崖峭壁，这个峡谷里一点信号都没有。我大老远的就听到好几个狗在叫，我天，我都不敢走。哎呦，先找一个棍子，没个棍子拿着，我的个天哪，你绝对是不敢靠近的，太恐怖了。2个是没有问题，我就怕3个以上。3个以上的话，一个人就招架不住了。2个我是可以招架的。我跟大家说，这个大山里的路就是望山跑石马。我们在上面的时候，其实看着这户人家离我们挺近，对吧？但是走下来，你会发现弯弯绕绕的，要走好一阵。这地方你们看一下美不美嘛？就像一幅画卷，哈。还养一蜂。3个狗，我的个天！有个老人家在的，喂了2个多狗啊！喂2个多狗，怕咬人不？不怕？走，我怕它咬人嘞。没人来我都有麻烦哈。就凶得很是吧？哦，走。走。哎呀，你还信了那么多老水？你那么多个？你干那么多啊？你养个人在那个菜地。哎，现在这下面就在你们一家人啊？啊。你们这下面以前有好多人呐？下面啊？啊。下面没跟我们这全部搬出去嘞？我们全部搬出去。哦。等于你们也是搬出去了的？我们只是搬出去了，我们只搬出去，我们个娃儿手头的，在外面头旁边做他直播室啊，然后他是为他生活。哦，等于你们这下面全部都是搬出去的，只是你们回来在这里喂羊子哈。啊。哦。这下面以前总共有好多家人呐？我以前总理好像才得15、16家人。总理有15、16家？啊，总理好像15、16家。全部都搬出去了？搬出去的。房子也基本上没得了哈。房子拆没得了，房子拆了上面拆了。拆了哈。你们这儿姓哪个？我们姓我婆家姓杨，我娘家姓狄，我姓狄。哦。在这里养了好多年了呀？没有，6、7年了吧？几年时间才？2、3年。我看你那边好像还有个32千000的路的啷个骑下来回的？下山了要摆的。台阶下摆的？
下山的全部下山了这条装的。哦，那你冬天的话，羊子要抽去卖西边？冬天才不是开得出去的，都是开得出去的哈。开得出去，做羊这个开得出去的，这冬天另那留得不啷行。那这点还可以。看来你都是走南闯北的，老早就走广州去了。那没办法，那个这广州人他们人家带人呐。你不是才58岁吗？你7、8年前就在广州去跟他们带人的呀？啊，那你娃儿不是20岁就结婚了？他是20岁结婚了。哦。他今年我们为了他跟我老公都耍了，他耍得早了。哦。我们个孙女今年8岁的嘎。孙女都8岁了。啊，今年8岁了，我们52、20的。你家几个呢？那5个了。5个小的。啊。哇，怪不得要出个3个姑娘，2个儿子3个姑娘。你们那个时候的负担还重啊，因为4、5个家了嘛。我谈的要把你不相信，我们是的谈吃基本都吃不起，就是这个样子。土地。我们大哥娃的，才14岁的到广州，到广州去的时间，等于他是重要去的，他不啥都没去，我不跟他去。等于我们有个妹在广州，他跟我谈。他说二嫂，他说我听那个周围这不是就挖天明洞啊，挖老虎江啊，在那个爬家，他说把拉不住，下不来都不得了的。他说你放心嘛，等他走之来嘛，那只能我们俩到河那住嘛。我说你个人妹家肯定到那里靠得住他哈。后来我就谈了这个，我说你们俩这边这东西你认识嘛？你这书也没读啊，4年级书都没读会啊。他说到广州去上我又没钱的哈。他妈妈让你让嘛过几钱嘛，他就让我做工了，他你给我寄300块钱就行。我想哈，这300块钱，那我们100块钱的我都，100块钱的我都他带200块钱对起。现在我他那压对，我是压对起哇，我都跟我小打主意。他过到那甩了100块钱，我让他带200块钱。走了广州，第一年他就要去带个脚上去洗脚贼，他那20块钱一天嘛是啷日了。都住了几个月，这几个月他不想他住，他都跟他明天谈，他明天让我不想那个床住了，你个嘛，那个床那20块钱天了，他是说，到的时候包住嘛，他说这个，反正1天了以上啥子身上就是10万块就是打起来。就是大那个儿子出去打工是吧？最大个才14岁都出去打工。就等于他出去打工了之后赚到钱，给你弄了1万块钱转来，然后你才在沃州把这些肥料啊、牛啊这些整起来，才把庄稼做好。我们这家是我们个儿子搞7个人，这家我们家是我儿子搞。占得大那个儿子哈。几子没的，大子广州吃给他交钱啊，他让我们来把家里7个人有哟，而且我们吃喜欢吃这个娃儿都多的人就负担人大做点事了送给大人穿，送给娃儿穿，就像那个，反正说。那里有人酒席了，你刚才想么事情就送给人听了，不要想啷个跑到去把个人家送回去吃一个酒，就爽了吧？哎，以前的日子都恼火。我说以前的日子都恼火啊。现在好了噻。村里面累啊，这我们送的送背条，那里有几百块钱。村里面我们送背条，也是我们送牙签了，你知道没啦？而且那个钱包的出去，就当你个真的说话，你恼火得很。现在好了嘛？现在好嘛？我年纪近了，也年纪是年纪近了。你年纪又不大，58岁，年纪不大现在。老二呢？老二给在广州了。在广州哈。姑娘都嫁了噻。姑娘嫁2个人，我老师给妈跟我选了个云南籍的。在云南。还有个幺姑娘。幺姑娘在哪里干了呢？幺姑娘在许阳上班了。在许阳上班。幺姑娘好大了？有20岁没了？20岁的。20岁哈。满了20的。阿弟啊，都是你们喂的牛？全部都是哈。你压人留在这儿，我觉得是可以的。过来，不要咬我哈。过去。你这边还是怕哈。没怕，到了。你怕人，我来怕的，把你这两个手我没办法的，真的。你这个车就是下山了从山上背下来。下山背下来。你们这个真的就是自己挖的了嘛？我们自己是挖下河过去了，挖下河的，好不好？挖下河都挖好多时间了。没得挖好多时间了，几天多少就要河，反正就是。
啊，你没得娃娃机进来噻，手工娃呀？我们是2万了。娃娃机吗？嗯。娃娃机从哪儿开进来吧？哦，为了样子就是那种。这个下面也是关节样子的哈。那我上去了，打扰你了。不吃了，我上去了。你这个在外面站起，万一弄个几个狗也担心。下去逛耍了一圈啊，现在我开始返程爬坡了。这个下边的环境真的是非常漂亮。以前是15、16家人在整个峡谷里面，但是他们从10几年开始到7、8年前呢，全部整个都搬迁完了。这个阿姨他们家呢是又返回来，在这个地方搞养殖的。这个阿姨呢提到了她的大儿子，对于她的大儿子呢，她是赞不绝口的，因为她整个家庭的状况是她大儿子来改变的。以前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她大儿子14岁的时候呢，就想着出去打工。当时去打工的路费呢，还是这个阿姨去跟他借的，去借了300块钱。本来是都给他的，但是他想到家庭困难，又留了100块钱在家里面，自己带了200块钱下广东，去那边打工2、3年的时间，存了1万块钱，然后把这1万块钱呢寄到家里来。这个阿姨他们呢才开始去买一些羊，买一些肥料来把这个庄稼种好，所以才慢慢的改变了这个家庭的窘境。大家是不是觉得挺佩服他大儿子的？当时去那边几百块钱一个月，2、3年可以存1万块钱。对吧？挺厉害的，但是呢，也因为打工把手给弄了，前几年呢才返回到这个深山里面来搞养殖养羊。我相信阿姨的儿子呢是成千上万从农村出去的年轻人的一个缩影，大家都在不断的努力奋斗、创造和改变自己窘迫的人生。虽然农村出去的起点低吧，但是我相信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不断的去改变和创造，会得到大家所想要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啊，好久没有给大家介绍山里的避暑房了。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呢喜欢那种原生态的地方，今天路过这里呢，正好看到有2栋空房子啊，我觉得这儿的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它是一个4合院的一个房子啊，这个公路呢也是通上来的，然后这个门前好大一块的土地，咱们居住在这里呢是可以种一些花花草草的，反正它这个地也是荒的。然后这几栋房子的后山呢，就是延绵上1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我们可以看一下，距离这个房子不远的这个山下呢，就是有公路的。是8米多宽的这个公路，所以说交通非常的方便，而且还有一条小河沟。这里呢满足了大家这种有山有水的这种需求。这个地方呢总的应该是有5、6户人家，但是现在呢只有2个老人家居住在这里哈。我刚才问过他们了，他们现在住的是这个房子，然后还有4合院的这边上这一栋。那么也就是这个整个4合院那边那个3个房子呢，现在是控制的状态。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这边以前还装了一个太阳能板，可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这个下方呢摆有一些这个石磨啊，有大磨有小磨。喜欢这种环境到这里来居住呢，是可以自己磨豆腐啊，磨一些粗粮这些来吃的。这里外边这个房子它是一个吊脚楼啊。你还别说啊，3、5好友在这个吊脚楼上喝茶是挺舒服的啊。这个就是以前建的房子，对吧？这边2个磨都是好好的完好无损的放在那里。然后这个吊脚楼的下边这边呢是养猪的，可能那个地方呢是养牛的。这个以前建的房子，上边呢就是住人的，对不对？这个房子呢是山里为数不多的一个4合院的房子啊，看一下啊，这个整个中间呢它是一口井的这么一个形状，等于说目前来讲呢，这个4合院是空置的。2位老人家呢，他们是住的这个偏房啊，这个偏房，然后还有就是那边那个房子，因为是他们家的嘛，这里整一个4合院和这个房子呢，它是4户人家吧，我刚刚听那个老人家跟我讲的。
比较好的一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边是公路通的，然后车子是可以直接开上来的。这个叔叔呢在那儿种地还是干嘛？我们可以稍微跟他唠两句啊。你看上边那儿呢也有一个房子啊，他们这儿呢喂了一些鸡仔啊，这个鸡都是土鸡啊，看着黑脚啊，跑得贼拉快啊。等于这个四合院是你们就住的自编自两杆儿哈，那边都是空气的，都是全部空气的。但是这个四合院总的是几家人呢？4家人哈。对，在这里详细地址是哪个地址？半坡，小地名叫半坡，徐家坡半坡，青冈塘镇回龙村徐家坡半坡。就是这个小地名的嘛。可以，谢谢你了。我再上去看一下。刚刚那个老人家跟我说了哈，这里是一个四合院，他们这里总的是4户人。那么这个四合院有一排房子呢，是上边这一家的，但是他这个房子现在也都是属于控制的状态啊。平时都不会回来，只有过年的时候呢会回来，可能住几天吧。这个房屋的身后呢，就是刚才已经跟大家说了，是一个延绵100公里的自然保护区，后面就是大山啊。但是住在这里呢，千万不要随便逛到大山里面去，因为特别容易迷路，你走不出来的啊。那么这个房子的位置呢，就比较向阳。然后我们看对面啊，也是这些山峰，下边走下去没有多远啊，就有这个大一点的公路，而且它这个位置是非常亲近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车子可以停到这里来，对吧？那么也就是从这个支公路上来之后呢，它这里呢就是一个尽头的一户人家，然后房屋后面就是大山，所以大家喜欢这种亲近的啊，喜欢就是到我们这个贵州大山里来避暑的啊，像它这个房子就非常不错。它不单适合避暑啊，还适合长期居住。但是呢，这个要跟主人家去商量啊，因为他现在呢是不回来的，基本上不回来的，只有是过年的时候呢，说是会在这里来住个2、3天、3、4天这样子。这房子看着相当不错啊，但是它这个2楼这边是没有装修的，只是装了这个1楼啊。特别是我们喜欢在外面旅游的人，或者说喜欢露营的有露营的朋友啊，他这个地方就特别合适哈。在这个院坝你都可以搭好多个帐篷，对吧？正面呢它是一个3大间的一个房子，然后这个侧边这里还有厢房，也就是厨房吧。厨房，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就可以做一个茶台啊，然后在这儿喝茶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对面这么漂亮的山峰啊，所以这个位置我觉得是非常向阳、非常不错的。个人觉得呀，这一栋房子是比较向阳的，而这一户人家的房主呢，他下面的4合院还有一排的房子是他的，他这2个房子都不居住的啊，人家只是过年回来个1、2天、2、3天这样子，其他的时候都不会回到家里来住。所以如果大家有喜欢的，你们可以来这里呢，去跟主人家聊一聊，我觉得是可以聊得拢的。他们这里这几家呢，都是一个姓罗，所以他们都是一个祖上下来的。大家刚刚也看到那个老人家了是吧？特别的友善，也非常的客气。反正我个人感觉这个地方不管是临时避暑，或者说长期居住啊，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我借助今天呢，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有很多朋友呢就问我要这些人家的联系方式什么的，这个我确实是不能给啊，因为问的人很多。假如说我去问到主人家的联系方式了之后，然后给到你们的话，其实是会对人家形成一种骚扰，对吧？一定是你们自己本身呢，就是有闲时间想到山里避暑养老的这一群人呢，你们是有时间的，对吧？你们来看了之后直接去联系比较恰当。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前2天呢，我发布了一个去重庆深山探访64岁李阿姨的一个视频，因为她的家庭原因呢，也牵动着很多网友的心啊。那么今天呢，我想把我去的整一个过程呢，再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
当时呢，我是开车经过那个地方，那么我从这个3维地图中呢，发现下面是有一户人家，是有人居住的。那我本想呢是用航拍去拍一个视频，但是因为当天呢是大雾，根本就拍不到下面。我在那里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我想想我还是下去探访一下吧。所以呢，我就又开车了一段路，问了村民这个地方从哪个地方下去，然后我才步行下去的。从这个公路的地方啊，步行到李阿姨的家里呢，应该是差不多1个小时吧。其实这个视频呀，最触动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一个人要用锄头挖那么10几亩的地，要挖1、2个月。这个我觉得在现在来说，确实是有一些不可思议啊。用牛耕也好，用机器打也好，都不可能要这么长的时间。在我们常人来说，这个完全是在浪费劳动力，对吗？但是因为他们生在这个地方，然后呢，男的劳动力呢又不行，所以说是一个没办法的一个举动啊。其实他的家里面呢，我并没有了解得很清楚，只知道他的儿子呢是因为意外眼睛就，但是现在呢是因为有一只眼睛看不到，间接的呢也影响到另外一只眼睛看不到，那这样呢就丧失了劳动力啊，没有办法，他是需要这个李阿姨来照顾的。然后李阿姨的老公呢，也是因为到这个山上去挖那个葛根，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山上是盛产葛根的，挖葛根的时候呢就没有特别注意，有一个石头压过来呢，就把他的脚给压断了，具体应该是这个位置吧。那目前呢是在医院里面就医，李阿姨也说了，因为要去治这个病呢，也借了一些钱啊，大概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当时李阿姨带我到他们的中堂去看一看啊，正好有橘子嘛，她要拿了3、4个橘子给我吃。当然我想想，她从关阳镇去背过来太费劲了，要花4、5个小时的时间背过来，我都不好意思吃，对吧？我就吃了1个橘子，就是你们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个橘子。又有很多朋友在那里评论说，你怎么不给点钱啊？怎么的？其实啊是这样的，我当时从山上下去的时候呢，我并不了解什么情况。你说带东西也不至于，对不对？而且本身我的膝盖也有一定的发热状况，我走这种坡路的话，我自己也会腿软的。所以说呢，也没有带任何的东西。那下去之后呢，吃了李阿姨一个橘子嘛。那我当时呢身上也没有现金啊，只有100块钱的现金。我其实是掏出来给他的，但是他说什么也不要。那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只能作罢。所以呢，就离开了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像李阿姨家的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是因病而致穷的。现在确实整个家庭是比较困难。其实我自己看到这样的情况呢，自己心里面也是百般的滋味。这个人生百态嘛，对吧？那我自己呢，说实话，不算说生活过得一地鸡毛吧，但是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平头老百姓。有很多东西你看到了之后，你其实是无能为力的。其实最怕的就是这种，大多数人应该理解我这种心情，对吧？因为我是遵义人嘛，我离那个地方呢也有600、700公里啊，所以说来去一趟真的是挺不容易的。那么也有很多的朋友呢表达了他们的想法，想去看一看李阿姨啊，或者说给她带点物资啊等等之类的。这2天我也在想这个事情。我这2天呢确实走不开，因为月底的时候要去长沙参加一个会议嘛。我本身也是游山玩水的拍摄视频嘛，对吧？等我这个参会回来之后呢，我再规划个几天的时间，我往那边跑一趟。我也会再去看这个李阿姨。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好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比较喜欢到这个大山里面拍这些视频，当然我希望大家呢不要去胡乱的评论一些东西。我们这边有句古话讲的，人是3节草，不知哪节好。就是以前可能是很富裕的家庭，但是因为生病了或者什么原因呢，就会导致自己的家庭状况一贫如洗。这种例子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说大家不要把这些东西呢都归咎于这个地方不得力啊，或者什么样的，不要去讲这些东西啊。希望大家去看问题呢是多角度的去看，不要带有特别主观的这种意识，把
把一些东西呢指向方向不正确的地方。在这里呢，也要非常感谢关注我的朋友、看我视频的朋友啊，希望大家呢越过越好。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已经回贵州了哈。今天老妈叫我回来理一点土，他们要种一些高粱，应该是有5、6亩地吧。我上午的时候就折腾了一上午，那个旋耕机坏了，然后去又修，哎呀，搞了半天。现在开始干活，我本来是叫他们不要种了，他们非要种，那没有办法，肯定得回来帮忙把这个土犁一下。他们不会使用旋耕机啊，加油！今天尽量的把它干完。干了1块了，朋友们，是真累啊！这个山区的老百姓种点粮食是真的不容易啊，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浪费粮食啊！这个没有粮食吃的话，那问题就大了。我本来说让我老妈花个几百块钱一天请人来打一下，她给我打了几次电话，非要让我回来打。我感觉啊，他不一定是在乎那几百块钱，他在乎的是，他一喊，有没有人回来帮他干活。这个下边这一片干完了，哇，今天是干得精疲力尽，很久没有干活了。早上的时候还是荒地，现在是不是看着舒服多了？你们别说啊，这个土非常的难打，不像平原的地方，特别是那些土坎边，还有这个土坡上，还有就是这个土里有很多的石头，如果那个刀片打到石头的话，那个整个机器会弹一下。所以说它要求你的这个臂力，掌控机器的这个能力是比这种平土要强很多的啊。看看我身后的小毛驴啊，今天幸好有它，要不然这一点地的话，如果锄头挖的话，你得挖1个月哦，干1天得挖1个月。所以说这个山里面有一个机械的话，还是比这个人工比牛耕要快很多。喝点这个赤泥液啊，打个广告哈，朋友们，这个赤泥液呢是我自己的这个橱窗里面，也是我自己的店铺啊里面卖的。这个东西呢确实是一个好东西啊，它的那个 VC、SOD 还有这个赤泥黄酮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补充一点能量。如果说大家注重养生的，可以去咱们这个橱窗里面看一下。
它被称为液体黄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只说一个 VC 吧，我们人体一天所需要的 VC 大概是100毫升就够了，但是这一瓶赤泥原液它的 VC 含量是400毫克。你们想一下，如果我们需要 VC 的情况下，喝一瓶这个赤泥原液都足够了。大家可以去我的橱窗好好的看一下，因为详情也写的比较清楚。这个喝起来带点微甜，带点涩，带点苦，其实感觉挺好的。在这里呢，再跟大家说一个事情啊，就是前2天呢，我发布了一个重庆64岁的李阿姨，就她的家庭情况呢比较特殊啊，然后网上很多朋友呢就在议论这个事情哈。因为我当时呢也急着离开啊，我回来之后呢，像我现在这里去那个地方呢有600-700公里啊。我下一期呢再录一个视频啊，把这个事情呢好好的跟大家说一说，也让大家呢很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呢，咱们再说后续，好吧？哎呀，终于干完了，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干了多少。这一大块估计都得有2亩地，然后下边这一块也是很大的，然后下面那一坡，现在看着我都感觉我干不完。哎呀，实在是受不了，今天真的是干得精疲力尽，现在整个手都是抖的。我今天差不多是从这个中午11点多开始干，现在6点半，半天时间，这里的地差不多是5亩多6亩，厉害吧？我都佩服我自己啊，一直都是赶着走的，就是使劲的把这个旋耕机往前面推着走。虽然说这个质量干的不怎么样啊，但是这个效率还是挺高的，是不是？这个地呢是跟来种高粱的，因为高粱呢是政府这边发种子下来，然后包回收的，大概是5块多1斤吧。然后这一片地做下来的话，应该是可以卖个1万多块钱，我觉得还可以啊，最起码是比种玉米的话提升了好几倍的这个收益，对吧？你们别看我不怎么干活，但是我干起农活来却是一把好手，因为从小干到大嘛。不过今天这个活干了之后，我估计好几天都起不来。哎呀，现在整个人都是散架的一个状态。其实我也劝他们不要干了，因为干这个活挺累的。但是像我们的上一代人呢，他们对这个土地是有感情的，这个富人呢可能理解不了，因为像我们的上一代的话，他们可能是卡着这个饿饭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小时候就吃不饱穿不暖，所以说他们对这个土地的感情呢，基本上是当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只要他在老家，他一定要把这个地种一种。我们不想干也没事，但是他们要干的话，要尊重他们。你看我这不就回来跟他们耕地了吗？最后啊，再跟朋友们说一句，粒粒皆辛苦啊，一定要珍惜粮食，好吧？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重庆乌溪的南阴大峡谷这里啊，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啊，如诗如画一般。看到我对面这座崖壁没有？这个崖壁上呢有一个村庄，
犹如世外桃源一般。而且村庄上的人啊，好像都挺有钱的，都是修的楼房。这个地方呢是很深的一个峡谷，我说的那个村庄就在这个崖壁之上，又像在云端的这种感觉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它的前方是悬崖峭壁，它的后方是高耸入云的山，也是悬崖，左右呢也是悬崖。他们修的这个公路啊，也是从那边的悬崖峭壁上呢慢慢的凿过来的。然后右侧呢是通向另外一个地方的公路，但是它也是净土路啊，到前方一点呢就是几户人家，然后就没有路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的话，它是前方悬崖，后方是高山，左右都是悬崖。而且这个村子上的人还住了这么多，家家户户修的都是楼房。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形啊，正好他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平坦的区域，土地呢也是够用的。虽然前方是悬崖峭壁啊，但是住的这个地方呢却是非常好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村庄的人啊，真是有钱啊，住在这样的深山里面，家家户户都修的楼房，应该是不会差的，对吧？而且这个村的布局我们注意看一下啊，你们来看一下它这个地形，稳坐在这个台上。我们看到这个村庄的前方呢，就是上千米的这个悬崖峭壁。虽然说住在这个地方可能不能出什么大官，但是生活富足是没有问题的，对吗？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村庄靠崖壁的一个地方呢，它还建有一个环形的水池。所以说呀，这个布局是非常合理的。我感觉这个村庄啊，在建村之时呢，就有这个高人指点啊，相当的厉害。这个村庄的下面啊，就是非常深的南阴大峡谷啊。这个峡谷的谷底跟他们居住的位置有1000多米的这个落差，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他们这个村庄的建村之人，非常漂亮。而且这个村庄的人，我们看得出来都是生活富足的，因为家家户户都有楼房，它的土地你环顾一下四周，它的土地也是肥沃的。整个四周的话都是这种比较陡峭的山，可能土壤也比较差，但是正好他们居住的这个位置呢，这个土壤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呀，我说这个村庄啊，在建村之时就有高人指点，你们同意吗？对，你们这个山上还有猴子啊？有啊，他们就抓在这一幕，有几多啊？总上别墅。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阿泰啊。现在我在重庆的大山里，从上方村民的口中得知啊，这个峡谷深处啊，还住着一独户人家。今天咱们就准备探访一下哈，听说要走1-2个小时啊，我就喜欢挑战这样的事情，走吧。这边呢，现在是一个大雾笼罩的状态啊，相当于现在我们是朝山下走，跟山脚到我这里的海拔落差有超过700-800米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又是一场硬仗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路啊，都没多少人走啊。这个小路上呢，全部都是这个覆盖了青冈树叶啊，感觉今天又是在大山里待的一天了。看看这里的风景多漂亮，到处都是这种茂密的青冈树林。我们要去到的就是下面这个非常深的一个大峡谷里面，但是现在说实话，雾没有拆开，我也没什么方向感，只能说估摸着往下走吧。这个地方应该就是往这边下了。哇，这一条小道呢，就是下边这一户人家上来的唯一的路道，因为整个大峡谷下面是封闭的一个状态，走下去的时候挺开心的，等一下爬上来的时候皮都要爬掉几层。我这个走着走着呢，还得看一下这个 GPS 的定位啊，因为没有这个方向感，今天又是大雾嘛，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路的路影都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住在里面的人呢也不怎么会出来啊。逐渐这个峡谷底的风光呢开始呈现出来啊，因为雾已经开始散开。你看我们现在的山顶上就是雾，我现在已经穿过了雾层，来到了这个峡谷底。不知道几时能够
看到这户人家居住的地方啊。其实我跟你们说哈，我宁愿走那种去的时候是上坡，回来的时候是下坡的路。你看这个往下走的时候是下坡，再返回来精疲力尽的时候走上坡，那是真的有点难受啊。看这个路弯来弯去，弯来弯去。我来带大家看平时你们看不到的风光，但是我的这个腿脚啊确实挺受累的，大家说是不是？哇哇哇哇哇！看到这一户人家的位置了，大家看到没有？住在这个地方，我的个天哪！这地方离我这里最少还要走半个小时才能走得到啊！哇，我都有点打退堂鼓。看一下，就住在这个很深的这个峡谷内。你看，我们刚才是从有雾的地方走下来的，我已经走了很远了。但是现在依然可能才得一半的路程吧。你看这户人家就一独户居住在这个峡谷底部，周边的土地也都在耕种。看一下，哇，这个地方太牛了，与世隔绝一般。你说下去吧又很累，不下去吧他又不是我的性格，那没办法呀，咱这个还是硬着头皮下去吧，为了给大家呈现一段其他人都没有看过的风景。你们可以看一下，我现在是往下坡走，都已经有点出汗了。等一下往上坡走的时候咋整啊咋整啊。哎呦，不过不用担心了，人家长期居住在这里都没事，我偶尔走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呢？你们说是不是？哎呦，哇，朋友们，我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啊，终于是走下来了。我现在的脚都是打闪闪的，因为一直是下坡，一直是这样走这种石壁路。我天哪，走下坡都这么累，等一下上坡怎么搞？哇，已经到这一户人家住的位置了，真的有人居住在这样的深山峡谷。我来给你们看一下四周的一个环境。先来看一下这边，超级深的一个大峡谷。然后你看，现在山上全部都是雾，对吧？就在这个峡谷底部这里啊，住着一家人。哇，今天运气好，看到这户人家没有？还炊烟袅袅的，有人在家啊，就证明我不虚此行啊，没有白来，大家说是吧？这个地方啊，真的是漂亮啊！哎，老娘，你吃饭没到？还没有啊？哎呦，我就从山上走起下来啊，看到你们下来，这下边有家人住啊，所以走起下来看耍哈儿来。看这个地方啷个来的话走这些路啊？哎呦，都走的都是农村的。农村的。哎，还做了那么多土地哈。不，我们这些是不种点土地不得了啊。你几个人在家里面啊？这就是我一个人转在这儿。就是你一个人啊？有一个娃娃眼睛是个个儿，把眼睛打瞎的，他个儿今年他说出巫山去了。哦，带巫山去了。一个男的给我把脚去这儿下去给我压断在，也抓在巫山整。哦。是调查过我的情况吗？是怎么吧？没有，我是来跳耍的啊，跑耍的。那我的天哪，往这些地方走，哪个人家啊？没，他到处的路个昏暗的。哎，你们长期在这儿住都没得事的呀，我来走一下不要紧噻。走一下不要紧。这些路管一般的，哪个愿意走这个路啊？我还是走得多。走得多啊？我也是农村的了嘛。是什么地方的吧？啊？么的地方的？遵义的。你们家贵姓呐？姓李。姓李哈。你好大年纪的
64的。64。哦，也不大嘛。年不顶大。啊，现在就是你一家在这边做啊？都是你一个人来，我都你做那么多徒弟啊？就是我一个人做的。哦。啊。哎，你们这儿平时去赶场了是赶哪里啊？关阳啊。赶关阳。要2-3个小时就去得到哈。那你要走啊，这个公路上碰得到车呀，那碰不到车的话，过程走的话要半天走啊。要走半天，要走5-6个小时啊。哦，也不容易哈。喂的有2个猪儿。2个猪儿。那你喂的有牛没得啊？没得。你没有？那你没有喂牛，你这个土啷个增肥的啊？我过成挖呀，个人挖呀。用锄头挖？这一土全是你用锄头挖的？那你这个工程量不是太大了吗？那我知道么的挖呀。可以买个那个买个旋耕机也不行，你不得行。那我不得行，我这个坡都很窄，那个你也不行嘛。你不应该喂个牛吗？喂个牛吗？它不是根气松活点。我这是爱上抖音呢，我在哪里地方放啊？你是哪个地方的人呢？我原来就是这儿的人。原来就是这儿的人。哦。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还是木料做的房子，还有土墙。哦，这边这个都是土墙哈。那我坐嘛。坐。哇，真的还全部都是土墙。等于这个房子已经是做好了100多年了哈。你家几个人呢？3个人呢。3个人。我姨没得哪个出门打工儿，没得个么的。就是哪3个人呢？就是你们老的两夫妻，有个娃儿是吧？一个娃娃，他给打跟头把这个眼睛给我打瞎了。他又说的一做么的不得行，一做么的这边这只眼睛他给不看见了，结果他说的扯到这边这只眼睛，他说的扯到也不看见。等于你们老公也是脚杆遭整了嘞？脚他给去这儿，他去这个长这儿，他给石头压断了噻。石头压断嘞。然后儿子呢又眼睛又遭整。儿子眼睛本来打瞎几年打。恼火也有点哈。那不是恼火的人嘛。你们家现在靠啷个收入呀？我有个么的收入啊？没得个么的收入，我这地很大又不出个么的药草，再毒活这些子不得行。那你种些哪个东西啊？这就是种一点洋芋和包谷啊。就种洋芋和包谷。我这种点包谷、洋芋这些子又值不到钱。这边这些土也都是你自己挖的？那还是我挖的。我天，你挖这个土挖了好多时间哦。要几个月挖呀。挖这个土地要几个月？你也戳的挖肯定要挖好久啊！我看那么多土地。我一个人啦，我一个人没得他有2个多月，我挖不出来。挖了2个多月。我天哪！那你还不多喂点鸡啊？我牲口很大，喂不上枪。有牲口喂不上枪。有牲口喂不上枪。有山上的野货，有些那个东西啊，他要来整哈。他来拖机子。网上那个多，他给我拖完子，就网上8、9个机子上10个，他给我拖完子。那个应该是山上的野猫哈。你晓得是些么的牲口啊？我的天呐，你这些不是那么多腊肉啊？我这个今年2年了，我过点钟都没得啊。人不行使，为打多大混着死。2年了都没喂过年猪，然后正好去年就为了大杀2个。去年就喂了2个，就喂了那个2个。那你这2个猪杀不但鸟大呀，我看这个真的不但鸟大呀，你这猪要100-400斤一个哦。这个是我感觉都有500-600斤了，这个猪弄个长叶刀家这个肉啊。好厚嘛，这个肉，看这个那么厚，又长。咦，就是你家这2个猪嘛，可能都要卖不少钱嘛。我这哪个要呗？我这喂的猪都没得哪个要。
他从哪里来背，他从哪里来弄，就难得来整哈。啊，我就只杀了光吃嘞。咦，有好多人喜欢这种腊肉哟。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腊肉，真的是不得了啊！我感觉这个猪有400-500斤，是2个猪杀的这个腊肉。这边这个腿，大家看一下，这个腿都这么大。这个腊肉是大家从来没有见过的吧？400-500斤的这个大肥猪，我感觉这个猪反正最少有400-500斤。这个腊肉这么长，等于去年2个猪还是可以哈。2个猪可能2个猪还要得700-800斤，2个猪。哦，那2个猪有700-800斤还是有？有700-800斤哈。你是真的辛苦，你看挖那么多地，挖2个月的时间，太不得了了。他们又身体不好哈，你也没得办法帮得到你的。那他们这那他一哈，哪怕说组合，那不得行。这个就是大门哈。啊，那包裹都是挂在这个两头的，看起真的很好看呢。走热到哪吃不吃这个橘子吧？不吃，谢谢。这走我们这个上我们也没少开水。哦，不吃，谢谢。哎，那我吃一个嘛，好吧，吃一个。你这个去买这个橘子来都要拿着背。完全在关阳弄完了的。关阳还买起来的。我在那坐下嘛，你不是腿个子走算的嘞。不要紧。你好把银两都不啷个出来去哦。我们啦，到外头去啊。我这几年我不行，我又坐不得车。我又晕车。一走的，像这些山上的猴子，像你种的庄稼，它要来害你。等于你们这个山上还有猴子啊？有啊，他们就抓在这一抹，有几多啊？总上100数。上100数的猴子啊？就在这个山上。那你这个庄稼种的老虎啊，一步都走不到。那你是包裹嘛？你这些出来了，你那个眨不得下眼睛了，你在屋里煮着饭，他就来给你吃了，有那个瓜头。你把饭煮起，他才来跟你抢嘞。你在屋里煮饭的话，他就来抢包裹吃。就来你地里面抢你的包裹吃啊？啊，有那个。有那么多猴子啊？有几多啊？硬是满到处。那你这个应该搬走啊！你看这儿猴子不是太多啊，你种庄稼也种不到啊。然后我搬起走，我全呢。电脑那个么样，就是他们那个脚打的，到处就是借的啊。我这儿有钱呢，我搬起走。那你这个是一步都走不了啊！那不是一步都走不了的，那你屋里你这儿好走上了，那你随便哪个你离不得人呢？这会儿呢也有哪一个人在屋里？意思他有可能跑到你家里面来呀，猴子啊？那你们哪个在屋里？你那个地板就满到处他都来呀？这个房子到处都爬起来。这个才有点恼火哦。那不是恼火的那个。你哪个时候看得到啊？哎呀，那他现在就在那个东门口啊，这一哈才没得的啊。这一听他上那高头去的。上高头去了啊？他主要就在这一片。那他就是这个山上，他们嘛这没得好多人户的，他没得好多么的吃的，他就给专炸这个山上的。我去年子我只在屋里煮完饭，他就把那一个平的他就给我捞完的。就给你捞完了那么快？他有那么快，他多噻。哦，对，他这一群的。他多，他一夏天他有个我的名堂嘛，他就混着搬包裹如果是出来的搬到坑一这了，如果是包裹没得好多米的话，他就搬到混着水，他就混着不给你搬的。气人哈！就是那个。哎呀，你这个才真的恼火，种点包裹还天天收到钱，好吧，晚上都不得瞌睡哦。晚上他不来，晚上有野猪。哦，晚上有野猪，白天有猴子啊。你这个猴子晚些的他不来，晚上你没得庄稼出来又有野猪。你住在这儿是真的恼火，住些庄稼都是跟他们住一半可能要。那你不收啊？那你只够跟他们种的，那你个人也收不到那么的。你出去过没得？出去过？我没去过。无锡去过没得？没有。无锡县都没去过？我们这在专屋的四门没卡。就在屋里从来没出去过？没出去过。你也姓李吗？我
我就是姓李，我的上人他没这个儿子过在这，我一个哥哥在这个对门给我10格的，我们在屋里住的，我跟他妈住的。等于是你的老伴是上门的是吧？对的。就是你们姓李，那你们老伴是哪里的人呢？就是那个上头的。都是上面的哈。姓马。那你们家几姊妹啊？就你一个儿啊？我3姊妹。3姊妹。3姊妹。2个姐姐。2个姐姐，2个姐姐都是在外地吗？2个姐姐有一个在外头那个长草西草那儿住，有一个在大厂新村住。你们是3姊妹。然后你在这里守家。然后招了一个上门的这个老伴到这里面来。是这样。当时你为啷个不想到出去啊？那个时候老人住在这儿噻，那我出去哪么子吧？那是出去了，老人住在这儿，那你哪个的行嘛？等于那个时候你是为了照顾家里面的老人，然后你留在这儿的。3姊妹就等你一个人留在这儿。那我一个人最小些嘛。你最小反而留在这儿的。我最小的嘛，那时候一个哥哥他给我死噻，12格死噻，在阴坡给我打死噻。那我不转屋里没得话嘛，老人没得个指望嘛。姐姐他们那时候都给我嫁出去了吧？等于说那个时候是，他们2姊妹都已经嫁出去了。他们给我嫁出去了噻。都得你一个人还没有出嫁，然后又没得办法在屋头要，正好在这个时候他哥哥又过世了。就你留下来在屋头照顾父母了哈。你这个你也是付出了好多为这个家里面哈，也是辛苦。等于就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一直都在家里面，从来没出过门。那没。这个阿姨呢，挺让人敬佩的。她是他们家的老幺啊，有2个姐姐，有一个哥哥。2个姐姐呢，老早就已经出嫁了，然后哥哥呢又意外身亡，所以说呢就不得不把这个家庭的重担呢掉在了他身上，所以他也没有远嫁，就在家里呢招了一个上门的女婿，就在家里把这个老人呢伺候归天，所以呢整个人的一生基本上都没有出过大山，包括现在也是一直在这个山里面待着。刚刚跟你们说的情况你们也了解了，他要在这里跟天斗，跟地斗，跟山上的野货斗。说实话啊，还真是挺艰难的。我到下面来探访一下呀，我现在这个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千言万语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好吧，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